从没见过这么疯狂的钓鱼人。为了寻找合适的钓点，通过安全绳来到了悬崖峭壁的洞穴内。从远处去看，洞穴如同眼镜王蛇的眼睛，不仅能在洞穴内钓到大鱼，而且还能露营过夜，生火做美食更不足挂齿。男人一来到洞穴的上方，就开始在岩石的裂缝里安装安全绳扣。安装安全绳扣也是一项技术活，也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。杰森无意中通过无人飞机查看到悬崖峭壁竟然有一个洞穴，对于酷爱钓鱼的杰森来说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钓点。系好安全绳后，便开始往洞穴下方下降。下降的过程中，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，而岩石下方便是一片蔚蓝的大海。很快，杰森依靠安全绳来到了悬崖峭壁的洞穴内，因为安全绳扣得太紧了，差点把杰森摔了个四脚朝天。经过片刻的休整后，将带下来的背包拿入洞穴深处。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，在洞穴深处的岩石裂缝里安装安全绳扣。安全绳是为了保障自己在钓鱼的过程中不被大鱼拖入海里，确保绳索足够安全后，就要准备好钓具。为了尊重这个钓点，还特意带上了最贵重的钓竿。二话不说，向大海甩出了第一杆。早起的鸟有虫吃，杰森一大早就来到了他相中的钓点。早上的鱼特别好钓，半分钟不到就有鱼上钩了。海里的鱼直接把鱼竿拉成弧形，很不幸的鱼竟然脱钩了，只好重新挂上鱼钩。这次脱钩可能是被水下锋利的石头刮断了，将带来的黄蜂仿生诱饵挂入鱼钩里，再次向海里抛下鱼钩。为了引诱海里的鱼，还不断的抽动鱼绳。杰森的身上时刻挂着安全绳，钓鱼的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专业动作请大家不要模仿。很快又有鱼上钩了，将海底的鱼拖出水面后，还不断的挣扎逃脱，泛起浪花。可见这鱼确实不小，鱼竿也无法把它拖上来。为了能将海底的鱼取上来，还专门带了用来取鱼的倒挂铁钩。为了能控制海里的鱼，也消耗了杰森不少的体力。正想将铁钩挂入鱼绳下去取鱼，鱼钩竟然再次脱钩。可能是上钩的鱼靠近悬崖边上的岩石时，被锋利的岩石割断了。杰森只好换上另一把鱼竿继续抛竿，同时确保身上的安全绳是否时刻挂在身上。抛下的鱼钩很快又有鱼上钩了，可想而知，这里的鱼类资源确实多。事实证明，这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钓点。这里的海风非常大，使海里的浪不断的拍打岸边，形成大量的气泡，使得这片海域的含氧量非常高，也是鱼类聚集的好地方。海里的鱼和杰森的力气不相上下，只能通过溜鱼的方法将鱼的力气消耗掉。不好的兆头是鱼儿又靠近之前脱钩的岸边，不出意外果然又脱钩了。这样的打击让杰森非常沮丧。为了收拾心情，上去岸边收集干枯的木头和稻草，也是为了今晚美食做准备。很快通过安全绳收集了大量的木头和枯草，还有几块石头用来生火做美食准备的。为了今晚上的晚餐，必须收拾心情，重新开始钓鱼。等待几分钟后，又一条大鱼上钩了，立马抽回鱼竿，势必将这条鱼钓上来。杰森也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和海里的鱼僵持住。很快这条鱼被拖出了水面，可以看出这条鱼体型确实不小，最终被杰森从悬崖岸边拖了上来。失去水后的鱼已经没有挣扎的余地了，只能靠自身的体重和杰森僵持住，最终通过鱼竿拖了上岸。被拖上来的鱼也累得够呛了，直接选择了躺平。从鱼的体型目测应该有7、8斤重，就这条鱼足够杰森饱餐几顿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杰森也为自己加油。对于酷爱钓鱼的人来说，一条鱼自然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，继续向海里抛竿。杰森的目的是想在这片海里钓到自己想吃的鲑鱼。很快这次又上钩了，这条鱼并不是很大，一下子就被杰森直接拖上水面，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，直接被凌空收了上来。刚拖上来的鱼还不断的挣扎，这条鱼只有3、4斤，也是杰森想要的鲑鱼。钓到自己想要的鱼后，就开始搭建露营帐篷，也是为了今晚能在这里露营过夜。很快在杰森的巧手下，简易的帐篷被搭建了起来。为了解决今天晚上的伙食，杰森把第一条钓上来的生鱼解剖了，沿着脊骨将2大片的鱼肉取了下来，连最爱吃的鲑鱼肉也要切割下来。艳红色的鱼肉看起来非常诱人，切出来的4块鱼肉成为杰森今晚的伙食。将配料和鱼肉搅拌均匀，此时带来的打火石也派上了用场。干枯的稻草很快就被打着了，等待木头被烧成炭时，杰森就开始利用无人飞机欣赏周围附近的风景。通过岩石的痕迹可以猜测水位最高的涨潮位置。杰森所在的位置就像是眼镜王蛇的眼睛，随着无人飞机不断的向远处飞去，整个岩石地形和地貌便呈现出来。巨大的岩石形成了这里独特的岩石峭壁。欣赏完美景后，就要开始做美食。往锅里倒上橄榄油，就可以放上鱼肉。为了避免维生素的缺失，还准备了蔬菜和水果。此时的鱼又被油炸得滋滋作响，往菠菜叶子和鱼肉挤上乳白色酱料就可以开吃。在悬崖峭壁的凹槽处还能欣赏到这样的美食，确实很不错。
还能一边欣赏大海的美景，一边享受的美食，晚上还能看着星星进入梦乡。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开始从东方升起，刺眼的阳光让杰森从梦中苏醒。起床的第一件事还是钓鱼，这也是钓鱼人的乐趣。很快从海里钓上了一条鲷鱼，满足了钓鱼的乐趣后，便开始打包回家。通过安全绳上去岸上就比较难了，背包只能上去再将它拖上来。攀爬的过程中全靠自己的体力，爬上岸后还要将自己的背包拉上来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带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